呢個菜式樣子出色，極之好食，價錢唔貴，卡路里極低，確係健康、好味有益，非常容易煮嘅超級人氣嘅美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一家之主。今次同大家分享呢個日本人氣美食多腐 sticky 豆腐扒，味道真係唔差。就算你煮餸好渣，都可以煎好呢個豆腐扒，因為佢簡單易煮，真係好味益全家。今次為咗煮好呢個豆腐扒，專登揾間日本超市買啲日本豆腐嚟試下，但係揾來揾去，平時擺放日本豆腐嘅位置，竟然只有韓國豆腐，冇其他。煎豆腐扒用嘅係木棉豆腐，因為韓文我唔識，實在太差，只好立即用手機上網將佢查一查。唔理咁多，買一包嚟試一下，到底呢個符號係乜渣？睇個拼音就好似寫住係豆腐，呢一包係唔係木棉豆腐？雖然唔知，但係個包裝見到係煎豆腐，一於唔理咁多，買翻一包嚟試下。但我死心不息，繼續周圍行下，咦，竟然俾我發現擺日本豆腐嘅 corner 有絹豆腐同木棉豆腐，一於買一包木棉豆腐同韓國嘅木棉豆腐嚟比較一下。其實乜鬼嘢絹豆腐、木棉豆腐啫？其實一般嘅豆腐分兩種，軟豆腐同硬豆腐，即係絹豆腐同木棉豆腐。兩款豆腐嘅製作方法唔同，雖然都係用黃豆製造，佢哋都係用分離咗嘅豆乳，加上食用嘅凝固劑或者石膏漿，凝固之後壓製短時間就變成軟滑可口嘅絹豆腐。而木棉豆腐嘅製作方法其實都係差唔多，用木板壓製嘅時間稍長，將豆乳同埋豆腐渣嘅水分盡量壓走，咁就成為美味可口嘅木棉豆腐。雖然製作方法接近，但係兩種豆腐嘅口感、營養、烹調嘅方法都唔同。大家做料理嘅時候就要記得揀啱合適嗰種。材料已經準備齊，煎呢個豆腐扒嘅步驟可以馬上就嚟。煎豆腐扒雖然好簡單，但係事先準備嘅功夫一啲都唔可以慳。首先要將啲豆腐洗一洗，擠出多餘嘅水分先。要方便順手易做，其實都有少少講究。下面擺放一個裝水嘅兜，上面壓住啲重物，讓啲豆腐嘅水分盡量外流，啲豆腐少啲水分，煎嘅時候就唔使彈到周圍都係油。跟住準備埋少少牛油，用佢嚟煎豆腐扒，鮮香惹味，口感濃厚，啲味道就更一流。跟住就嚟搞掂埋兩粒蒜頭，首先輕輕落到唔好切斷佢側邊個頭，剝皮嘅時候就會輕鬆兼就手。一粒切片，另一粒磨蓉，跟住就可以切埋啲蔥。準備嘅功夫原來就係咁輕鬆。配料一陣就搞妥，接住將壓過水分嘅木棉豆腐，用廚房紙巾將佢印乾啲，咁就會容易煎啲，而且會更加好味啲。首先將呢片韓國豆腐一分為二，然後再將佢切薄啲，跟手再處理埋呢片日本嘅木棉豆腐。呢片豆腐嘅感覺軟熟啲，而且啲水分比較多啲，所以要耐心啲，用廚房嘅紙巾將佢印乾啲。喺切嘅時候就更加要小心啲。準備功夫完成之後，馬上開鑊落啲油，
用中火炸香啲蒜頭，慢慢炸到佢顏色變金黃之後，就撈起色香味俱全嘅蒜頭，記得保留返啲有蒜香味嘅油，用嚟煎豆腐就最一流。喺煎呢個豆腐扒之前，最好就勻循地加啲生粉，咁就可以煎到佢外面酥脆，內裏嫩滑，表面又有色澤，咁就好睇好味兼好食。如果怕啲豆腐煎燶咗，咁就記得保持用中火。喺放好晒豆腐嘅時候，可以加返劈牛油，咁就更加香味濃郁，味道更十足。就趁呢一個時候，講下兩款豆腐我接觸過嘅感受。韓國嘅豆腐比較薄，而且煙韌嘅程度好足夠，煎起上嚟唔黐鑊兼好就手。日本木棉豆腐就軟綿綿，要煎得好謹慎，慢慢煎到佢收乾水分，反轉嘅時候先至夠穩陣。一路慢慢煎，記得煎埋啲豆腐嘅幾條邊，見佢已經煎得金黃上色，咁就可以將啲豆腐鏟起先。跟住中火開鑊，落啲牛油，加埋啲蒜頭，接住落啲調味酒，哇！鑊氣真係夠，跟手放啲味淋，再添啲醬油，落埋啲糖，咁就鹹甜鮮香，味道就相得益彰。醬油煮滾咗之後，喺豆腐面加返啲煎香咗嘅蒜頭，最後再加上鮮嫩翠綠嘅蔥花，然後再淋上煮滾咗嘅香濃美味嘅醬油，真係色香味俱全，睇到都口水流。一個簡單易煮、美味有益、香濃可口、既健康又好食嘅木棉豆腐扒，咁就煮好咗啦。可以，老婆話呢個菜式卡路里低、健康有益，非常好食，真係唔差。不過點睇都唔似係扒，所以有啲渣。乜話？咁樣仲有最後半件日本木棉豆腐，我一於用佢嚟立即煮多一次嚟試下。煎豆腐扒
真係非常簡單，一啲都冇假。無論你煮餸幾渣，跟住我呢個方法做，你都一定煎到好味嘅豆腐扒。美味嘅菜式唔一定用高價嘅材料先至煮得好食，好似今次呢個豆腐扒，好味有益，低卡路里，又有營養價值，就算想減肥都可以成日大啖食。